老李的这身裙子真是，哎呦，这很正式啊！哎呦，要汇报了，我好期待结果啊！高管陆续到。厂长来了。老板是，你是有100件本蓝色 T 衫吗？我们众筹给你买一件别的。那各位 boss 们都到齐了。哇哦！那今天是我们生气啊，小戳。X 品牌 X 计划的一个汇报会。都是 boss。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了公司的各位 boss 们来参加。在这里，我先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们的朱总是我们集团的副总。你们好。啊，然后彬总的话就是我们上海公司的这个总经理啊，负责整个上海市场。吕总是我们这个广东公司的这个总经理，我们的德总。大家好。德总是我们整个老乡鸡集团的 CEO， 然后也是我们的系统之神，就是我们整个老乡鸡的系统标准都是德总带领团队去搭建和编写的。那下面就把我们这个最精彩的这个时间交给我们留学生团队。那我们首先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第一小组。好。大家好，我来介绍一下我和我的组员们。我们组我是组长，我叫邓萌。我叫焦焕文。我叫艾丽亚李路佳。大家好，我叫朱顺杰。然后我们队的口号是绿，很绿，非常绿，越来越绿，耶！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股票的感受。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讲一讲我们的演讲。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这次我们提案的一个目标。那么，我们是想通过升级现有的一个顾客的体验，并去创造一些亮点的体验，来助力老乡鸡的白玉兰旗舰店呢，可以第一个服务好核心的客群；第二，探索新的一个用餐的场景；第三，快速获取首批顾客；然后最后是促进顾客的传播和复购。这个是我们实地的去考察这个现在的装修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拍到的照片，里边沿用了比较多的像水泥啊、像金属板啊这样子的材质，其实整体的感觉是偏冰冷的。但我们在想啊，可不可以进行一个融合，从完全的冰冷和现代的这样的一个装修风格，然后向自然和温暖的这个方向去发展。所以这时候我们有了我们的今天的主要的概念。焕文很适合讲 PPT。好，我们整个白玉兰旗舰店，我们的主题是城市绿洲。我们想传达的2个概念是：城市虽然是快节奏的，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拥有一个快餐，简单的养生和片刻的清新。首先我们要做的是日常沟通。我们觉得说在店面里用真诚的语气和客户达到一个对话的效果，远远比你只有一个口号来得好。PPT 出错了是吗？我来吧，我又知道怎么调。然后前面这个就删掉。他给删了。天哪！这个叫做鲜明海报。老焦啊，老焦。怎么办？不是，他这个是个意外，它属于状况不断。然后我们的真不假。Clash，bring your Clash。然后没关系，那个。然后我们有一个装置来诠释我们的这个主旨。节奏乱了。你站前面。这是我们做的一个装置，就是我们如何从一个城市的一个整体环境突破它，看到背后的绿洲。我们这一幅的构造是我们一个快节奏的城市和现代化的一个生活。那我们
餐厅白玉兰餐厅的主旨就是我们要打破这个现代的快节奏的生活，让他们得以。戳在那边呢。看到扒开这个城市的面貌，看到背后的绿洲。萌萌没劲儿啊！这个过程太不丝滑了。能 get 到，能 get 到。 get 到，你们毕竟是做一个演示嘛。对。懵啊！舒总，您的这个掌声是给他们鼓励的吗？我现在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弄。好，接下来请陆佳帮我们讲一讲客户体验旅程。好，谢谢小伙伴们，因为可能大家第一个上来还是懵的，有点紧张，然后有一些流程的方面稍微乱了。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如果我作为一个客户，我希望得到什么样的体验，在这个店里才是我觉得说这个店它叫城市绿洲的主题带给我该有的一个 experience。老乡鸡的文化是不吃饭，不洗手不吃饭。那在洗手的这个环节，那我就在想，既然都要洗手了，为什么我们不把洗手的这个文化放大，做得更有仪式感一点？那我自己的设想是，希望在这个洗手池放一个这样的喷泉，然后大家可以就是在喷泉洗手。就是既然我们都要去发扬这个洗手的文化，为什么我们不把洗手的这个文化放大？我们呢会给每一位这样的客人发一张本周的养生小贴士，就类似像一些星座运势这样的一个小卡片。那上面呢会突出说，在这个天气、这个节气，什么样的食材更适合什么样的体质，跟什么样的一些养生的一些功效。然后下面呢，我们的朱大厨。我们以此为基础推出了24节气时令鸡汤，就是在每个节气的那天，我们会对我们现有的鸡汤进行改革升级，我们会加入最适合当季滋补的药材放进我们的鸡汤，来成为一个全新的产品，就是让顾客理解到我们的药膳这个概念。很多年轻人也很注重健身嘛，所以我挑选了老乡鸡3个菜品，或许给它改个名字，把虾仁西兰花改成减脂西兰花炒虾，或者把烫紫甘蓝改成无油低卡紫甘蓝，这样是不是在无形之中我们就为这个菜品赋能了呢？我们让顾客看到了它的健康性。接下来就让我的队友给你们讲一下空间设计方面的事。他们4个人每个人衣服上都别了一个，我们想象在我们进门之后右手边的这一长条的整面的一个墙上，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叫越来越绿植墙，大概是在现在展示的这个区域。那么同时我们还有空中绿洲，没有吊顶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去进行一个绿植的一个补充。还有呢叫秘境角落，通过一些充满绿植的一些装置，让这个角落变得更加的有故事。我们也发现这个空间里边有很多的柱子，我们想把这个柱子利用起来。最后我们还有一个想分享的事情。好，差不多结尾了，大家看我们一直走来走去，应该也挺那个什么。最后的这个事情就是可能是一个小题外话，但是我觉得也希望能够对老乡鸡未来的规划跟布局有一个小小的思考跟帮助。如果有一天老乡鸡愿意做一些概念店的一些项目或者想法，那我们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品牌想推出，它就是叫他乡鸡。他乡鸡。其实中国的版图就是一只雄赳赳的大公鸡，大家看到，其实每一个地方，无论是哪个省份，然后哪个城市，大家其实吃的最多的就是鸡肉这个品类。我的想法就是，如果我今天跟我的老乡在外地一个城市相遇，我希望这餐饭是在老乡鸡的这个餐厅里面吃，我们老乡一定要点一道我们家乡的这个鸡肉的做法这道菜。我们想提出的概念就是，在每个在外地漂泊的打工人与老乡相遇都是一个值得庆祝的瞬间。那我们希望这个副线品牌给他们创造这个庆祝的场景，点燃老乡之间的情谊，也可以推崇我们最想推崇的一个企业文化，那就是家文化。那最后就是谢谢我们的家人。很完整，什么越来越绿，他们有那个什么墙啊，有什么的。对。那我说两句。整张 PPT 下来的话，让我感到你们从围绕的产品体验，
设计平面、布局、传播，用几个点去阐述你们的观点，对吧？但是你们每个点都很分散。就像你们刚才上台一样，整个组搭配也很混乱，是一样的。好 ，OK。很严格。这组叫混乱，下一组怎么办？对，我想问一下你们，是怎么分工的？我们，我来讲一下吧。对，萌萌是我们队长，萌萌来说一下吧。他还记得，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对，突然想起来。我们其实是说，最开始因为娇娇是学design thinking 的，所以呢，他最开始给我们罗列了一个以顾客出发的角度出发的，想要的一个在我们作为顾客在白玉兰广场的一个体验，然后我们一起。萌萌要哭了，感觉萌萌要哭了。标了这个逻辑和点，然后我们各自把自己最擅长的部分拿出来做了。我其实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觉得说刚刚可能拖了队友的后腿，因为我们昨天真的很辛苦。没有，就是萌萌基本没怎么睡，然后对，因为作就是为队长压力还是蛮大的。因为我觉得我的队员很辛苦，我可能在就是非常希望能做好，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今天晚上别睡了。我也那个睡了。你不要把我的月子弄断了。就这样吗？我们怎么爆点怎么来，我觉得这个挺好的。感觉萌萌抗压能力会比较差一点，她不太能抗压。萌萌还是比较容易受情绪影响。哎呦。我先做一个小小的纠正啊，就是关于24节气的时令鸡汤，里面提到了关于药膳鸡汤这一类。药膳本身是很难在餐饮里面被使用的。哦，为什么？它是有一定的明文规定，如果餐饮使用药膳的话，它本身并不是合理合规的。但是中医不是里面有一个药食同源的说法？那也是在管列的这个名单里面的，它只是说你自己可以，但是在对外销售的是不允许的。他们连这个他都没查，这是有政策偏见。他们这么核心的点子有一个这么致命的点，不知道，确实不知道。对他没去查这个，确实。我重点的说一下，就是你们城市绿洲在于这个设计，包括这个环境的这个打造方面，可能会存在的一些问题。当然，几个创意会非常好，比如说那个喷泉的创意。那么，但是我们在做这个创意的时候，喷泉的水一直的流，对于环保的这个要求，目前在全球对于水资源的这个保护的方向上是违背的。确实，好看是好看。有没有可能我们制造一个环保的、可以供多人洗手的一个又卫生的一个喷泉？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索的一个命题。真能掰。因为水它必须是干净的，你才能洗手，对不对？那我是不是可以加水的过滤的处理器？是不是我可以实现它水又变成干净的再回来？但是从环保的角度，不单单水资源要控制，电发电的时候它也要控制，那么其实还是浪费，懂吗？我明白。但我提供一个简单的。焕文，我稍微要打断一下。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你是做服务体验的，那其实你是让消费者在这个简单的动作上面变得更复杂了，还是让他在这个复杂的动作上面让它变得更简单了？我相信他的服务的峰值体验点应该是坐在座位上，吃到他那餐饭的时候，而不是他站在那里，然后一起使用喷泉洗手的时候。对，其实我看到一个非常高频的词啊，就是关于顾客价值。我想请问各位的小伙伴，你们认为老乡鸡的顾客价值是什么？
请问你讲的是价值主张吗？我们老乡鸡提供给，因为你 PPT 里面不有吗？我们有吗？第1页吧。好像没有提到那个顾客价值这个词，不过可以翻，你继续翻。啊，下面的话有。没关系，我觉得可以下面有。是在那个我那里吗？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叫“越来越绿植墙”。那么同时，我们还有空中绿洲，还有呢叫秘境角落。发现这个空间里边有很多的柱子，在哪个？就是我，好，没关系。我来解释一下吧，就是现在顾客对于我们老乡鸡可能就是，可能经常来的顾客知道我们老乡鸡是干净卫生的，但是我们要对我们的菜品进行赋能，改它名字是一个赋能，然后展现它的卡路里也是对于它一个赋能，甚至是我们展现药膳这个概念也是一个赋能。我们想传达给消费者的是我们在认真做养生这件事情，让他看到，那么消费者对于我们的一个价值感就会提升，他会愿意为这顿饭为他买单。对于顾客价值这个词来讲的话，我觉得在我们整个的项目组里面挖掘的，我觉得还是不够的。但我想打断一点，就是，其实一直在说我们好像没有对现在老乡鸡已有的客户有个太深的一个了解，或者他们想要什么，都是我们在觉得我们想要什么，去强加在他们身上。今天品牌已经想要在上海白玉兰开个旗舰店了。就是想要去突破之前以往的一些形象或者是客群，想要去吸引更多的客群，那可能就是吸引像我们这种，就是我们刚刚讲的721，我们就是那个1，就是我不知道老乡鸡这个品牌，但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让我们这一类1的人去知道它，去喜欢它，这不是才是这一次我们要开这个旗舰店去大胆去突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核心原因之一嘛。老李还是能白活。这个话题很好，我觉得首先我们老乡鸡非常主张和欢迎创新啊，包括今天你们说要把老乡鸡改成他乡鸡，我看厂长在这边也稳如泰山，我能够感受到，其实我们整个组织的话是非常拥抱和接纳变化的，以及创新的。但是我觉得有很多创新，它一定是要基于实际。太飘了。就譬如说刚才说我们顾客洗完手之后，给每一个人发一个小纸条。你知道，在中午的那个就餐时间点的话，你给顾客发这样的一个纸条，是给他造成更多的这种知识点的普及呢，还是给他制造困扰呢？我不知道这边的话，你有没有思考，或者有没有去实际的门店中午的运营表现是什么样子的？也许顾客这边还在擦着手，那边的话你给他塞个纸条，他以为是你给他递了一张餐巾纸，他可能揉一揉就扔了。但结果他如果揉了一半，突然发现里面有字，他会觉得更惊喜啊。对啊，那你中午有没有去看了？中午的话，从他进来洗完手，一直到他最后拿到这个餐，并且的话进入座位去就餐，这个时间你有没有卡过表？是，他们太理想化了。我觉得我们大家应该回到原点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到底想要传递给消费者的理念是什么？喷泉能够把你的健康、把你的卫生、把你的这个给表达出去吗？那如果说不是，那我们做这些动作是不是很多余？所以说，我觉得应该回到顾客这个原点去思考，我们到底在做什么人的生意，好吧？今天参加这几位老总都是这个职业高手啊，面对他们这样一个职业小白，你们不能不讲武德啊！有所对，我就想谈这个观点，好吧？哎呀，不讲武德，怎么回事？哎，树总，如果不是在拍节目，你对待职场新人会这么包容吗？也会。苏总的这个点是说，我要保证我这个团队的气氛是好的。我们在开会，我们在做那个头脑风暴也好，我们所有的人的那个气氛，然后团队的凝聚力，不能让有一些人觉得不开心了。然后我觉得他们刚刚 PPT 里面就是有一位老总问的一个问题，你们知道那个顾客价值吗？我居然发现那个换文就完全不知道这哪里出现过这个词。其实因为我们职场在做 PPT 也好，或者是你在做你的方案也好，你必须对你写下的每一个字都负责。这个就是我说这个萌萌做队长的问题，就在于
他非常放纵大家的这个思维，但是问题就在于每个人说的他都觉得对，最后出来的结果就是其实是各自说各自的。但是我就发现人生就是这样，当没有对比、没有竞争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我什么都知道。年轻时候总觉得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行，什么都可以。当你有了对比，当你经历过挫折之后，你才发现哦，其实这个不适合我，这个也不适合我。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当领导，没有那么容易成功的。那我们接下来就邀请我们的这个第2小组，好吗？啊，紧张。欢迎我们的第2小组闪亮登场。看看新城，不知道他这次高压怎么样？各位下午好。那么首先，我想介绍一下我们打造这家旗舰店的主要的3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利用这家旗舰店的独特性和地理位置性，探索更多的可能性。那么第2点就是利用这个旗舰店的开张，在短期内曝光我们的品牌，然后提升我们整体品牌的形象。那么最后一点也是说，我们针对这家店，我们希望这家店能够一直开下去。接下来有请张浩宇同学来给出我们的核心的主题的一些设想，以及我们的一些价值的体现。首先，白玉兰旗舰店对老乡鸡来说是什么？我认为老乡鸡来自黄土地，凝聚了农耕文明的精华。如今中国快速走过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新一代的年轻人少有对于土地和畜牧的记忆，而这恰恰是老乡鸡所蕴含的情绪价值。白玉兰旗舰店可以成为城市中承载和保留这些人文气息的载点。我们可以视白玉兰旗舰店为乡村文化博物馆。同时，白玉兰旗舰店也将围绕田园牧歌的主基调和农家菜加原生态的理念打造我们的门店。下面就有请我的同伴为大家依次展示我们的具体落地方案。有请音乐。你看人家还蛮有气场的，井然有序的。首先，我想讲一下我们全店的空间设计理念。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知不知道亚特兰蒂斯，它代表着西方人心中一个很古老的乌托邦。我们就在想，中国人心中能有个共同的意象是什么？于是我们就想到了《桃花源》的这篇古文。我们认为桃花源就是中国人心中的一个乌托邦，所以我们想打造一个钢筋水泥世界里的桃花源。我们店最大的一个劣势就是处于地下2层的中庭，采光肯定不如1楼以及地面上的店要好。所以我们现在对于灯光设计有2个诉求，一就是明亮，2就是温暖。希望顾客能在进入我们店之后，看到一个明亮的环境，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门庭的装置设置，我们初步的想法是设计一个田园牧歌风光的装置展示台，可以参考这2张图的概念。店内装置我们也将继续沿用田园牧歌的风格。《桃花源记》中有一句话叫“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香竹之属”。然后我们参考这张图片，我们希望把取餐台啊、收银台都加上这种小屋顶。OK， 这就是我们想传达的空间设计的一些理念。那么顾客到底能接收到什么信息呢？毕竟我们是家餐厅，顾客来我们这边还是吃饭的，所以我们还是想让他们看到我们的菜是否是好吃，是否是卫生的，是否有别的惊喜。所以接下来我的同伴俊逸同学会分享一下我们的产品和菜品的设计。他一问一答，把领导的问号全都回答了。你不用问了，我知道你们要问什么。首先，我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灵感就是来源于这张图，然后后来呢，又经过围绕着说我们这家旗舰店的一个主题去思考一下，然后我们现在设计出来一个主题叫做桃园9宫格啊，桃园也是刚才音乐所说的一个桃花源记的一个9宫格。根据这个思想呢，我的一个对这个餐桌的一个改变是在这里啊，这中间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空间范围。然后四周呢是其他的8个格子，有大有小，就可以盛上不同体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菜量。然后剩下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小伙伴。首先，我们大概看了一下，把我们的白玉兰旗舰店的用户画像分为了4类人，他们分别是商圈居民、上班族、旅客或者过客，还有探店者。我们想到了3个活动方案。首先，第一类呢，我们有个活动叫寻找打折卡，就是你有1分钟的时间，可以在我们的店门口去寻找一张打折卡。如果你找到了，可以当日使用。因为戳是营销活动方案的，听着就很舒服。那么第2类的话，我叫3%免单。现在盲盒文化很火，
然后我们会在3%的盘子上印上免单字样。如果你在吃完菜品的时候发现下面写着免单，这盘菜你可以到前台找他退钱。然后第3类的话叫兑暗号，是如果你在结账的时候跟我们的收银员小姐姐说老乡见老乡，鸡汤喝光光，那么你即将获得1份我们的免费黑暗料理冰淇淋1份。我相信很多人如果参与了这个活动，他会去他的一系列的公域或私域流量去产生一些的话题讨论。他们这个真的很落地，可实施，太落地了。这个他们逻辑好清晰，一块一块逻辑很清晰。那我最后对我们的整体方案做一个收尾。那么首先我们想谈一下钱。那么针对我们今天讲到的所有额外的方案的话，我们目前的一个预算的推测大概会在我们现有的餐厅上额外会有50万的一个初期的费用。你看这预算都说得很清，想得很细。那么接下来是一个时间推进的计划表。经过初步的判断，我们在2周内是能够完成绝大部分这些的一些工作的。谢谢大家。他们组竟然最后这么好，很落地，逆袭了。我们家新城是这个第一位同学啊讲的我们在表达的黄土地的质朴，但是呢后面忽然一下子就到了里面的一个就是桃花源。所以这2个呢，就给顾客就接触的信息会乱。那你是怎么去表达？就我说一下关于黄土地和桃花源吧。对我们来说，我们的桃花源就是这一片故土，就是这一片土地。其实我们桃花源只是作为一个意象，没有说它具体是怎么样的表达。包括我在桃花源的室内设计里面也说是一些房子啊、村庄的设计，其实也是跟我们黄土地的主题是紧紧相扣的。其实我们心中的桃花源就是我们热爱的这一片土地。对，你解释的挺好。解释的很好。我们更多探讨了开业前、开业中。我们其实在一个店的开业，我们还有开业后。那我们开业后可持续传播的营销动作是什么？我可以回答一下您的问题。在推送这些营销计划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就是可以考虑这些不同的计划？1个月推出一个，1个月推出一个，按计划去推进，而不是一下把家里有的牌全都打出去，那样反而的效果是1+1+1小于3。我们应该每一个分批的去进行。这个很好，他现场根据提的问题，然后立刻做一个回答。这个方案我刚也仔细的听了，我们这个报告里面对于百日兰这个旗舰店的定义到底是什么？给顾客的定义是什么？陆总，我可以回答您一下。我们想的结果其实只是我们对的一个观念啊，就是因为之前我们的潘总也问过我们一个问题，网红店和长红店的区别是什么？所以我们总结下来，区别可能就是一个可持续性。所以在我们这里，我们想展现一个结果，就是说，如果我们可持续性的去更新我们的菜单，去增加我们的游戏，去一直做这些事情的话，这个店能不能长红下去？这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哎呦，感觉他们4个今天状态都很自信，因为准备的足够充分。其实方案会越炒越好。如果一个团队非常 love and peace， 但是它的有一些东西是没有经过推敲的。其实我觉得比较惊喜的就是这个戳到了这个旗舰店，可能营销很关键，所以他说出那几点，我真的觉得也许能变成一个网红店，能扩散出去。我是觉得新城好像每一次的临场发挥都很好，从来不掉链子，关键的是这种临场发挥能力真太厉害了。其实我们投入一家旗舰店远比你们想象的要复杂。要投入的要大得多啊，然后不是你只是看到了一些表面上的数字。针对我们今天讲到的所有额外的方案的话，我们目前的一个预算的推测大概会有50万的一个初期的费用。所以预算有多少？音乐啊，给你3分钟的时间，你们用3句话啊。让德总为你们花300万。3句话，300万。老板大气。哎呦，陆总，您下载国家反诈骗 APP 了吗？您知道这个吗？一定要下载。哇，真去做这个项目，再给你们个机会，好不好？那是不是要把这个机会给到2个组？2个组吧。哎呀，这组有点失落了。我也认为是2个组应该都说。好，赶紧圆。拍卖计时啊！来，好，
我们先每人1分钟。我想的现在几点了？里面有个点，还是这个使命问题。好难啊！300万，哇，天哪！一掷千金啊！救命！这是字字万金。哎呦，这可要认真了。侃侃这3句话你会怎么说？求求您了，行行好吧，我最近好难。好，时间到，来听听他们怎么讲。谁坐第1位？我来。第一句话是，我想说，300万投广告不会有什么水花，但开旗舰店会让老乡鸡彻底出圈，让年轻人爱上我们的土。第二点是，你给我300万，我今年还你3个亿。口气挺大的他。第三点是，给我300万，我让老乡鸡从上海走向全世界。这是在给老板们画饼。哇天！我觉得能够脱口而出就只有张浩宇了。好，请第1组来，我们博学多才的焦老师。老乡鸡想铸就伟大的民族品牌，逗号，需要担当最大的社会的责任。有点空。对。第二点，我们需要去做别人不敢做，我们自己甚至都不敢做的创新。第三点，我们有希望去陪伴老乡鸡持续的创新，以服务新一代的中国人和每一代的中国人。焦老师很会。最后一句还蛮打动人。每一代的中国。厂长，我感觉可以不只有300万。舒总，你更喜欢哪3句话？我实际上我是一个太极高手。第一个要看他们3句话怎么讲，第二个同时又考量了我们 CEO， 你怎么去判断？姜还是老的了，学会了，学会了。这是对 CEO 的考核，对，老板对 CEO 的考核。现在我们开始考核 CEO 了。德总，你是现在宣布还是我们待会再宣布？薛总跟我包装的时候说，今天我请你听一个大餐。我听到薛总跟我汇报的时候说，你们都有过很好的教育背景，以及什么很好的一些经验背景等等。其实说实话，我还是蛮期待的。但是今天听完大家的汇报之后，我觉得这个汇报还是有点小仓促。也确实很仓促嘛。CEO 还是很 real 的，有点小草率。但是从刚才的呈现来看，我觉得他们有勇气、有魄力、有担当、有这种决心和毅力，我觉得让我特别的振奋。我觉得他们有一个非常值得我去感受的，就是他们的创新。所以让我去选的话，我确实很难选。CEO 把这个球又打回来了。CEO 也是打太极的高手。所以我决定把这300万。给到这个小组，我们所有人共同来打造我们的旗舰店。哎呦，这格局！我觉得这300万，首先是支持我们8位的。第二，我们不是要创新吗？不是要突破吗？这个自然讲创新，你又不花钱。我觉得这个突破难度就很大，而且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不要小脚小手。脸绿啊！300万都出去了。在关键资源上面，我们要毫不手软。啊，舞台我们给你搭好了，对吧？钱也我们来出。这个会开的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啊！那个笑容很艰难。接下来。戏就你们唱好不好？啊，哦，好期待！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高管请留一步，然后我们就先请我们小伙伴们到楼下先
休息一会儿。好，谢谢大家。我们先来猜猜吧，看看哪组会赢。那肯定是星辰队啊。我会觉得那个星辰的这一个方案价值更高。萌萌的那一组，花里胡哨的太多了。对，策划一时爽，执行火葬场。对，一定是新城那组会赢。是的，是的，对的。谁会得到金牌真不知道，他们4个好平均。哎，他们4个是不是会自己来分配这个金牌？对，那队长总不能给自己喽。我觉得会给戳戳，因为他2个铜牌，鼓励都要给他。3个铜牌就会被淘汰吗？对，那他应该会给那2个铜牌。但是俊逸是不是已经有一次通过？他们并没有2个铜牌。对，他有1个铜牌。音乐也有1个铜牌，1个金牌。俊逸和音乐他会给谁不知道，戳戳我觉得他一定会给的。下面进入我们农夫山泉金牌时刻。实习生在每个任务当中呢，都会产生金牌和铜牌。我们团的任务呢，就是猜测每次任务的金牌人选。如果猜对了，就能点亮1枚金牌，累积点亮5盏，就能为实习生争取到一个万能 offer 的名额。小梅老师陷入沉思。准备好了吗？来，3、2、1。分歧主要是出现在了司俊逸和音乐的身上。西坎呢？你的理由是什么？毕竟音乐它还是在大家心目当中是一个比较强的，然后而且也已经有过金牌，但是俊逸没有。我翻译一下凯凯的话哦，就是音乐强了，所以我们不给他奖励。他付出的再多的努力，我们都不给他奖励吗？他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想鼓励的心吧。或者他想保护，他希望大家都不被淘汰，所以他把这个资源平均分。我还有一点选俊逸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俊逸更加配合，他可能会不会觉得比音乐更对这个团队有帮助，或者贡献更大？我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我有点想要改我的，万一我说错了，我好担心。我能不能谈谈我的观点？我觉得是这样啊，第一个，作为我们现场我们这几位啊。我们不能因为哪一个人他已经得了铜牌，所以我这次我就不能再给他要出局了。这种考虑，我觉得是不合适。我觉得老板在误导我。我刚才理性思考了一下，如果我是音乐的话，我可能会跟星辰说，我觉得这个牌给思思吧，他1次也没有得过。至少我觉得，如果给了音乐，音乐绝对不会让出去。职场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谁对你最有价值，你就应该奖励那个人。不是，按照你这个思维，就应该是星辰和音乐，但恰恰这就是普通思维，要不然就都不让，要不然就都不让。他有个核心，就是他们几个人都是希望我们8个人都在嘛，就我们都在，不要被淘汰。好吧，说服我了。那我们最终选择的金牌人选是浩宇和思思。我们的预测是否准确呢？经过我们整个的 boss 们的一起讨论，那下面有请我们的德总给大家宣布一下。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宣布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好紧张。最后的话，我们整个比分是以6比2的票数，把今天下午的优胜方案给到我们的第2小组。第2组的核心价值的贴合度，更让我们的企业有一定的差异化。就是它的亮点是切合了我们品牌独特的一些属性，包括他提到的一些良田美摄。同时对龙根的一些设计，那我们猜对了一点点，第一步都猜对了。车车还可以啊，这次还可以啊，车车放轻松了。从今天下午的整个呈现来看，1组的话，我觉得他们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们非常的善于创新和敢于突破。尤其是在整个的创新上面，我觉得没有受到任何的限制，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我觉得1组它这个菜品升级这一块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他敢于突破，他们没有受到条条框框的束缚，甚至于他们都敢改我们的名字。那么对于我们2组来说呢，
我觉得今天下午听到了，确实让我们很感动，因为他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捕捉到我们整个企业我们现在的一些想法，我们高层的一些想法，包括我们整个组织的一些想法，我觉得这一点的话非常棒啊。所以从整个的方案的切合度以及整个方案接下来的可落地性，我们觉得它都是非常能够贴切到我们整个组织当下的发展。那我也想就是请星辰作为你们获胜小组的组长，你此时此刻是什么样的心情？有没有什么样的话要说？高兴了，笑了，2天都没什么笑模样。我就是讲2点吧，第一点就是针对我们组的一个回顾，第2点是展望未来。哎呦，还上价值，感觉已经准备好了。我来之前，我还挺对这次这个方案汇报信心没有那么足，因为我们可能到最后一刻还在改 PPT， 还在做我们的预算，然后今天到了这边，呈现出来，然后会发现各位老总也很赞同我们的想法，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认证，然后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就是到未来的话，我觉得今天听了另外一组小组的汇报，我是觉得他们有很多很好的点，很多的可取之处，所以我觉得未来我们开这家店的时候，还是要集思广益，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去干。他很快就认知到。那谢谢大家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的这个会议，好吗？谢谢大家。那你们可以先离场了，我们一起感谢他们。加油！加油！谢谢。哎，谢谢德总。加油！王杰还要赶回。加油！哎，加油！老李一次都没赢过吧？加油！可怜的老李，感觉他在哪组就有问题。明灯。问题是，他每次都说今天我们赢定了，每次特别自信，每次疯狂打脸。是这样的，我们马上呢有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金牌和铜牌。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获胜小组呢，可以获得2枚金牌。同样，我们的今天的落选的呢2枚铜牌。那这个金牌和铜牌颁给谁呢？由2位队长你们可以决定，也可以跟你们小组成员共商。反正我先表达我的态度啊。我其实不需要这枚金牌，我觉得首先至少这个课题我证明了我的领导实力，这个是我最大的收获。这话自己说好吗？我喜欢。那么接下来就想问你们3个人，是不是每个人都自己都想要？首先我已经得到过金牌了，已经对我能力有认可了，而且我觉得这一次我虽然大家都有努力吧，但是我觉得有些同学可能成长在我眼里至少看来更快一点，所以我觉得我可以自愿退出。我很明显了，就你们俩。哇，小明哥说准了，你俩很团结啊！哇！我跟你说，关键时刻呀，我真的是。哎，音乐我挺意外的，但还好哎，所以还蛮团结的，挺开心的。恭喜我们点亮了第3盏灯，太准了，100%命中率100%。首先，为什么给张浩宇同学？我就是感受到，在这一轮当中，他有很好的成长很多，然后他这一轮的发挥是非常的突出以及明显的，以及他负责的营销的板块是我们这个汇报里面比较亮点的一个内容，所以说我把第1枚金牌颁给他。那么第2枚金牌，我想给司俊毅，也是说他今天做了很多关于菜品产品的一些设计的汇报，我觉得他有很多细节的做得很好，然后又觉得可能也是打动了很多的老师，所以最后让我们赢，所以说是想把第2排金牌颁给他。我们来看看铜牌。抽签吧。你们仨抽一个吧，因为本来就是我有在讲 PPT 有说过。不是你的问题。对呀，不用这样。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拿最后的，我拿最后的。你们组是用抽签的这种方式，其实我还是更希望看到你们自己组有对于今天你们各自的表现真实的做一个复盘。对，我觉得给我的感受啊，第一特别的不负责任，
第二个感受就是特别的，不是一个团队。一个团队还要敢于承担一点。用抽签的方式决定最终的这个结果，我觉得这是最对团队、对自己、对伙伴的不负责任。对。这个环节我们也说得很清楚，组长，你要带着你的组员，在这里做出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就是要决定2个铜牌的归属。认真严谨地对待这件事情。好纠结。我确实在演讲的时候失误，所以呢，我觉得我必然是要拿一个的。邓萌肯定会主动站出来。我觉得，可能我昨天还会比今天自然讲很多东西，而且我的点我都没有讲到，我有很多点想讲都没讲到。你看老李又出来了，哎，我拿到我讲，但是很难衡量这个事情，这个项目里面的投入，就大家都是，就我们都是一起干的。但焕文应该会站出来吧？焕文应该会站出来。如果硬要找问题的话，其实大家都有责任。哎呀，别难为萌萌了。我再把难题交给你。焕文把难题交给2个女生了。大家付出了多少，这个也没有什么好讨论，大家都很认真，大家也都有可能多多少少自己觉得自己有失误。那这次就萌萌，有答案了吗？有了。我觉得吧，首先我们队其实每个人真的都非常努力，可能就是我们在时间的安排上多少有一点问题，因为大家其实起始点都是一样的，大家时间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可能在就是时间安排上可能还需要一点规划，导致就是我们组可能大家的状态不是很够。然后呢，这个我觉得是我作为队长的一个责任，包括我自己在演讲的时候是有失误的，我觉得我自己是首先肯定要担起这个责任，拿1份铜牌的。然后佳姐就她其实是一个天马行空的，她给到我们非常多的点子，但是我们可能是对于说如何把佳姐的点子落实下来这一个部分，我们小组内部没有达成一个就是给到一个实在的方案。我觉得说其实大家都很棒，但是可能可以做得更好吧。所以你把这2枚铜牌是给到了我和陆佳。你看2个女孩承担了，但2个男孩都没站出来。不应该，这真的不应该。尤其是我还有1个金牌，如果没有的话，那又另当别论，对不对？邓萌就是一个典型的，就是特别容易受别人影响的人。他太乖了，人家让他当领导，那我当领导。搁着一个好的领导，他会做得非常好；如果没有一个好的领导，他也就随波逐流了。对。萌萌别哭别哭，打破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在这个彩蛋上面，然后再加一个。人家他也，你看萌萌也很在默默的做事情。他其实做了好多事儿。做快闪店，把快闪店做成谷仓。今天我们抽到在一起分组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窃喜的。萌萌不哭。没事儿，哎呀，我的天哪！我是觉得我们其实没有很在乎这个说输赢，但是我是觉得大家都很努力，但是不应该因为我的失误。没有是因为你的失误，是大家可能就是真的是没准备好，各有各的优缺点，就是亮点和优势，而且你的团队成员都很听你，对吧？就我们4个就是真的是挺开心的。
我们其实今天可以更好，然后只是我们今天没有完全表现出来。草率了，阿姨了，没事儿，哎呀。哎呀，萌萌这组真是。你们觉得这次的任务当中谁表现的最好？表现比较好的，戳他这真的该轮到他了，因为该是他的了，该是他了，因为我觉得他还是可以的，他不是那种就是被打在谷底他就不振作的那种人，我觉得他还是挺好的，而且我觉得今天就算是他没有2个铜牌也值得。其实有没有发现这个戳身上典型的就是现在好多年轻人，身上有的一个特质就是经不起批评，对，就是需要鼓励，所以一个好的团队或一个好的领导可能会用比较合适的方式去正确的去疏导和引导年轻人，把它用在正确的位置上，而不只是一味的批评。所以小兵哥的宝藏员工肯定还是新城。对，因为我觉得新城用的方式，他默默的用的这个方式和方向是对的。我的宝藏员工还是新城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最后那句话，就是我今天的领导能力已经得到证明了。这句话我也很意外。这是他的缺点，但其实同时也是他的优点。对。我喜欢映月了，突然，最后那个选择的时候，他说，我也不用了，就我自己已经做出了努力，我有一个自我的认可了，其实也够了，我就把它让出来。他情商啊，智商都有，而且他本身自身的能力也很出众，就不管说是一些小公主脾气啊，还是或者什么，我觉得他更多的他的业务能力，包括他给的结果范围什么，这全都是会让我很喜欢。好，我们都看到了他们的成长，也期待着实习生们在下一个任务的表现。合伙吧少年，我们下期见喽，拜。在2天时间内做服务体验的重新设计。由2位获得金牌的浩宇和俊逸，你们选择同学。当队长了，戳翻身，哇！恭喜你的戳，入股不亏。今天要给大家在这里走一遍哪些空间是可以给大家发挥的。这里明显设计是放餐盘的，这点肯定不够放啊，这其实很不方便。这边完全是焦焕文在主导了。没事，你们有服务体验设计大神。你他们会控制，他们一个人在做。说好的要给顾客传递的在哪？是断章了吗？你们是设计师，不是装修公司。这话说的有点重哦。这专业被打脸，太难受了。就看看人家做的东西，然后再想想我们刚才的表现。你平时在学校学的就是这些吗？你到底学啥？对啊，你为什么你不知道？姜老师，你学的是？最可怕的是他们认真的在问。天哪！哎呀，没有分工，我们在浪费时间，你知道吗？我不要纠结这个事情，快点。但他如果没有任何物料给他，我们会有。我有他。那俊逸有没有体现出一种领导力的感觉？作为一个团队的 leader， 一定是把大家搂到一起，大家在一起完成这个目标。他也没有那种笼统大局的能力。接下来大家要把我当成是一个顾客，让我感受到在这里面是有什么样的体验，好吗？这里就是我们家的招牌鸡汤。我怕太油了。这位顾客，您可以直接过来插队。插队不太好吧？这怎么连个电源都没有啊？浩宇，来了，快点开始了。我们后厨插线板没有电啊。终别这样。我今天想要1对1的和大家复盘一下。哇，你的竞争性和目标感是很强的，是有一定的气场，但是我不知道什么在障碍到你们。其实你是没有去，你常常是事情越大，成果就越不尽你所欲。你可以放下这些包袱。2枚铜牌，你会投给谁？我觉得我自己可以拿一个。肯定会给我自己，我自己，我甚至谁都想拿。非常遗憾地告诉大家，今天我们2个组。这个不公平啊！感谢每一滴都来自优质天然水源的农夫山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